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管理公司，而且这个管理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记录，没有涉及滥用公款的那个记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你为了省那个管理费，你觉得他收费比较便宜，但是有时他的收费根本不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个市价，结果你用了这个公司，最后呢，这个公司反正一直想办法去掏空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户口里面的钱，可能的紧急储备金甚至想办法，总之用各种名堂、各种名目，甚至呢把这个每个那个承包商啦或者服务供应商的这个价码抬高，私自跟这个承包商去分装，所以呢这个导致说你的钱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有一天你发现的时候，大部分的钱已经被掏空了。我是小涵，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内话，一起跟着行内人听懂门道。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物业管理的课题，而且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聊为什么管理费那么贵。那接下来呢就要先欢迎今天的嘉宾，有的是信义全方位产业管理公司的创办人黄伟毅，伟毅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好，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应该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吧，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管理费那么贵呢？能不能先定义一下这个管理费？那管理费当然就是说一个高楼或者一个楼宇管理层，它在维持这个日常运作里面所需要涉及的开销。这个开销有分两种，第一种是属于每个月要花的钱，第二种是属于每一年要花的钱。所以呢，这每一年要花的钱可能包括地税，包括保险费，那包括可能这个电梯的这个检查费用。所以呢，这个是一年一次的，但是每一个月呢，就是你的管理办公室的运作，你聘请职员的这个薪酬，你这个清洁工人的收费保安公司的收费。包括这个园丁啦之类的，包括这个水费啦、电费啦，各种各样的开销。所以呢，那个是每一年的。总而言之，我们是把每个月要花的钱和每一年要花的钱，把它整合起来，做出一个预算案，然后再除以每一个单位它的这个面积的这个单位，来决定每一户到底要给多少钱。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楼宇太小的话，这个，比如讲这个容积率太小，可能你只有100个单位，甚至少过100个单位，当然每个人要承担的费用就高。但是呢，你可能几百户单位的话，你每个人要承担的费用就低。当然，你可能1000多个的时候，你可能要涉及更多的开销。屋子越久，你的维修费越高，你的管理开销就越来越沉重。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寓有很多设施的话，自然而然管理费也会比较高。肯定的什么泳池啦、健身房啦等等。对。如果简单的话，那管理费就没有那么高了。对，肯定的。其实除了 maintenance fee 之外呢，一般上这个维护的费用嘛，还有另外一个 sinking fund，就是储备金。对。它有没有一个比例的？管理层就觉得越多越好，我越好办事嘛。但是怎么定义呢？根据这个2013年分层管理法令的规定，管理层可以收的这个储备金是你的每个月管理费的18%，最少要18%。当然你可以超过18%，但是一般的高楼基本上都是收费18%。比如讲你的管理费是100块的话，那你的储备金就是10块，变成你要给110块。这个储备金什么时候可以动用？这个储备金通常是用在一些紧急用途，或者你要capex， 我们讲的就是你要买一些资产，那你才需要去花这个钱。比如讲你要去安装这个CCTV 这个闭路电视，或者你要去更换电梯，你才需要花。那当然呢，一般上的做法呢，我们呢如果要动用到这个储备金，我们会通过常年大会或者是这个特别大会来通过。那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通常尽量不要用，因为我们这个是用储备来作为紧急用途。比如讲有一天忽然间
你这个储水槽爆裂，那你紧急需要用到一笔大笔的钱，可能100-200千的，那这个储备金你就可以随时用得到。就是10%，不可以超过10%，可以超过10%，最少10%。最多呢？最多没有限定，最多没有限定，但是还是要经过大会来决定啊。而且如果你要动用这个储备金的话，你在那一年的居民大会要先通过，你接下来才可以使用。如果是提升工程的话，可以这么说吗？对，通常我们会鼓励他们通过大会来决定到底可以用多少钱。大会的目的是通过让你可以使用不超过多少钱。当然，如果你可以不要，比如讲你通过500千，但是你可能最后只需要花到400千，那你就花400千。有没有什么规定，就是多少年才可以调涨一次？没有规定，但是呢，当然最重要是当你的这个成本压力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应该思考是不是需要调涨。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每个月收到的钱已经不足以让你应付开销的话，你应该是时候要调涨。通常我们呢会考虑大概3到5年可能调涨一次，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起价，所以不调涨的话，最后你可能呢很多所需要的提升工作根本不能展开。那根据你自己的观察，一般可负担的这种公寓啊，管理费大概是多少令吉呢？因为现在每一栋公寓他们的管理费用不一耶。根据你的了解，那个范围是多少到多少？它可以是80块到可能是100多块，如果是一般可负担的公寓。那如果是一些比较中价的，那可能是200多块一个月。那如果是一些比较高价的，可能它可以去到400-500块都有。400-500块可能就有很多设施。当然，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单位数量比较少，所以呢每个人要负担的那个费用就比较高。根据你的了解，一般上花费最多的项目是什么？花费最大的项目其实就在保安跟这个电费。电费是越来越沉重的东西所以呢，因为我们的公寓根据这个 TMA 的规定，所有公寓的公管产业是属于商业收费。即使你这个单位，你这个楼是属于住宅的建设，但是呢，只要是在 common area 你使用电费国能一律以这个商业电费来收费。所以这个是相当沉重，这个电费有时可以去到40-50千甚至超过这个数目都有。电费还有人力成本。人力成本肯定是的，主要是保安和这个清洁工人，因为尤其我们呢，现在政府可能呢每2-3年或者每1-2年就有这个调整这个最低薪金。当一调整这个最低薪金的时候呢，清洁公司就会要求调高收费。那保安公司也会跟着要求调高收费。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我有时候每一个月都有支付管理费，但是我认为我所居住的公寓的环境好像没有特别的提升或者是变得越来越好那个原因何在呢？基本的这个管理工作还是要做了当然每一天确保这个公寓有人打扫。这个治安或者维持这个管理办公室有效率的运作，但是呢，你也要知道，在一些公寓可能呢欠费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个拖欠管理费的人可能有时来到20-30%，或者有些可能是超过30%都有。所以当你这个建筑越来越久的时候，如果你的管理层没有积极去催收这个管理费的话，业主所拖欠的管理费越多，但你可使用的资金现金就越来越少，变成呢你只能考虑到用来应付你日常的开销，但是你要做更多的提升工作，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去做。可是有付管理费的人就会觉得不公平我每个月照付为什么我没有获得相应的服务？所以一个好的管理公司不只是要把基本的日常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做好，我们还要懂得怎样去催收这个管理费。所以呢，我们呢很多时候不只是我们如果是 SS card， 他用这个门禁卡，如果是
欠费的话，我们会 blacklist 他们，不让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的门禁卡，甚至我们可以阻止他们把车驾进来。如果他那个停车位是公有的，那我们可以阻止他们进来，或者我们可以让他禁止他使用电梯，他要爬楼梯。那当然最重要，我们还有一些管道，比如讲我们去这个仲裁庭去跟他说讨这个管理欠费，或者是入禀法庭来追讨这些欠费。为了对每一个月准时付费的人公平，我们必须这样做。他拖欠几个月的管理费，可以对他采取行动。如果他开始拖欠超过1000块的话，我们就要开始采取行动了。那当然可能呢，我们如果要入禀这个仲裁庭或者是法庭的话，我们可能会看他们超过2000或3000的话，才来采取行动。因为所有的东西，当然法庭或者仲裁庭也没有限制你必须累计多少钱才可以入禀。但是如果你拖欠的钱太少的话，你拿到这个仲裁庭给你的这个庭令，你要去执行的时候，它有这个律师费的考量。所以如果说拖欠超过3000块的话，我觉得你才采取行动入禀这个仲裁庭或法庭会比较物有所值。了解了你不付管理费之后会面临什么后果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身为业主，怎么样去判断他有没有合理的使用管理费呢？你是说管理层吗？是。当然管理层每个月我们要把账目做出来，当然每年我们也要把这个账目交给这个审计师去做审计的工作。所以呢，然后在这个常年大会，我们要把这个审计报告提成，包括分发给每一个业主，让他们来监督。所以呢，这个是基本的工作，就是你要把每一个月的开销贴出来，做好了那个报告，你贴在这个布告板或者在这个 WhatsApp 里面流传，或者放在这个电子的布告都可以。那第二，当然呢，最重要是我们要确保没有钱不见，当然没有钱乱花，这个是很基本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基本上强调，所有东西都要透明，财务管理要透明。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管理公司，而且这个管理公司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记录，没有涉及滥用公款的那个记录，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你为了省那个管理费，你觉得他收费比较便宜，但是有时他的收费根本不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个市价，结果你用了这个公司，最后呢，这个公司反正一直想办法去掏空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户口里面的钱，可能的紧急储备金甚至想办法，总之用各种名堂、各种名目，甚至呢把这个每个那个承包商啦或者服务供应商的这个价码抬高，私自跟这个承包商去分装，所以呢，这个导致说你的钱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有一天你发现的时候，大部分的钱已经被掏空了。那好的管理公司呢，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好的管理公司呢，当然就是确保你的钱不会不见这个是很基本的。当然，我们有时可能会难免会有一些害群之马，但是呢，我们也要考验这个管理公司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不是说这个公司愿意承担赔偿，把这个员工偷走的钱赔回给这个管理层？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当然就要考验说管理委员会他们在外聘这个管理公司的时候，他们本身有没有做足一切的准备功夫了。是，如果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如常的运作。但是好的物业管理公司就在于，要是出了状况之后，你怎么去应对，怎么把钱追回来对，要对这些业主负责任。那如果今天我身为一个业主我真的觉得我看不下去，你每一个月收我那么高的管理费，但是我看不到你有做什么事情，有这些怀疑的时候，你有什么投诉的管道？如果他真的想要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邀请他来到办公室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账目摊开给他来看，甚至他要看每一个开销，我们都没有问题。基本上呢，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东西，有很多时候是可能你的不理解，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吃米也要知道米价，只是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他未必知道这个米价，所以呢他就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怀疑。
我觉得呢，货比三家，在我们选这个承包商或供应商的时候，我们至少要拿到更多的这个报价单回来，然后让这个管理委员会来去做决定，这个是基本的。又或者是你可能觉得，我今天要为这个物业做一些提升，然后居民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要花这笔钱？那只要你可以提出合理的论述的话，如果你连这个提都提不出来的话，那你的业主怀疑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有时也是我们的保险到期了，那我们可能需要更新这个保险帮这个业主购买保险。那我们甚至也会欢迎说。我们有时会放出这个招标的通告，甚至我们会欢迎居民、业主、其他人不是委员会的，你们如果有更好的报价单都可以拿过来，我们没有阻止任何人拿最好的报价单回来。有时候啊，这个居民他不是要投诉啦，就是觉得做的不够好，比如说今天粉刷，哎呀，粉刷成米色。这个居民就会觉得这个很丑哎，不好看哎，就是他可以针对什么事情来合理的投诉呢？这种是观感上面的东西。对，所以针对比如讲粉刷的话，到底要用什么颜色，我们会要求这个油漆公司给我们几个样板不同颜色的样板。我们虽然可能不会为了决定要用什么颜色而开大会来做决定，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所谓的公投的形式。让每一个想要参与投票的业主来投票，我们就会把这个投票表格交给每个人，有兴趣的你就来投，你选了你要的颜色，你放进这个投票箱，那时间一到，我们再计算来决定到底要用哪一个款式、哪个颜色、哪一个设计。可是可能参与公投的人也很少啊，那变成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是你放弃了你的这个权利。有一些高楼是完全没有机会让你参与，但是我们让你参与的话，您不参与的话，时间到我们还是要做决定嘛。那身为业主的话，到底可以怎么样更好的监督管理层呢？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会采用一些 apps 啦，或者 portal 啦，或者一些网站，是让不只是管理层能够进去拿到最新的资讯，包括账目，包括其他东西。我们也会让管理委员会有机会，也可以看每一天我们做了什么工作，甚至我们每一天收了多少钱，甚至业主也可以呢，有他们的 ID password 可以进去看这些资料，所以要3方面都有机会去掌握到最新的资讯。这个有些人以为我要参与居民协会才可以监督管理层，其实不需要，因为管理机构或者是这个共管机构 JMBMC 其实是一个法定的一个机构当然只有 JMBMC 呢才可以为这个大厦的管理、高楼的管理做完所有的决策。其实居民协会是一个是属于一个所谓的社团组织、联谊性的组织。在高楼里面，如果你成立居民协会，就是为了居民，就是让那些不是业主的人都能够参与。我们也欢迎居民协会来扮演监督的角色，但是居民协会其实更大的角色呢是做一些联谊的活动，比如讲中秋节啦，通常高楼的管理层或者是管理机构，他们可能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办这些联谊性质的活动，这个活动就会交给居民协会去办可能开斋节有 open house， 然后 Christmas 有 party， 甚至我们新年有团拜，那中秋节也可以办这个提灯笼游行啊。我觉得这个是居民协会可以扮演的更大的角色那钱呢？钱当然有是居民协会自己筹钱，还是可以跟管理单位？因为居民协会当然最重要是因为他们有收管理费，所以他们有自己本身的会员有收管理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收入。但是如果居民协会不够钱的话，他们还有2个方式。第一，当然他们可以跟 JMBMC 申请，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些拨款然后第2个呢，当然你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找你的当地的国州议员申请拨款，因为你是 NGO， 你是非政府组织，你是可以申请的。反正 JMBMC 不能申请拨款。你提了很多次 JMBMC，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和定义一下？ JMB 其实就是所谓的共管机构 Joint Management Body， 在所有大厦还没有申请到这个分成地区之前，你只能申请 JMB。
就是发展商管理了1年之后，他要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了 GMB， 把这个管理权交给这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过后呢，一旦这个发展商申请了分成地契，我们的这个 MC 就成立了。但是 MC 呢还不能呢选出新的管理层，所以呢 MC 呢就要等25%的业主转移了这个他们本身的这个分成地契转移到自己名下之后，才能召开第一次的大会选出这个管理层。当这个 MC 选出了他们的新的委员会之后，那 GMB 就要把这个管理权交给这个 MC。这个时候发展商就无权去管理这一栋楼宇了。发展商其实有12个月，当成立了 GMB 之后，他就没有管理了。其实他只是 GMB 的其中一个当然成员而已。那当 MC 已经成立之后，发展商召开这个第一次大会之后，那发展商就完全推到完了。就由居民自己来成立，业主，我们讲业主就成立这一个 MC 了。对，他们就被选进去这个委员会，那这个委员会就接手整个管理工作。刚才呢，我们就提了一些专有名词，可能有些朋友听了似懂非懂，不要紧。最近伟毅大哥出书了，来介绍一下你的新书。各位朋友，这个是我最新出版的新书，叫做《楼宇管理的管与不管》。这个是我针对这个高楼管理呢出的第3本书，也是第2本以华文书写的书。当然，主要是分享我对高楼管理的一些观点和经验的分享。由南洋商报出版，它是一个南洋丛书，那主要是收录了我过去几年给南洋商报定期写专栏的关于这个高楼管理的专栏稿的一个结集。所以里面有很多各方面的观点和经验，可能还有很多可能你在市面上是比较少听到、比较少看到的一些观点。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支持，售价才58块。那里面呢是大概是192面我们的有大概30多篇的文章。我的这个 tagline 就是说真话的文章你不可不读。所以呢，我敢说出物管界不敢说出口的肺腑之言。所以呢，绝对不只是适合业主阅读，也适合管理层阅读，也适合管理委员会阅读。当然最重要也适合呢当政的人士包括我们的国州议员，包括我们的部长、副部长，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从中阅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身在物管界人士我们的肺腑之言，我们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希望政府可以协助纠正的一些乱象。那我们希望呢这本书可以启迪更多人对我们当今物管界的一些反思，然后协助政府把这些乱象纠正过来。哪里可以买到？我会通过这个书店出版社去分销到各个书店，当然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你可以看我的这个面子书啦，或者社交媒体，可以从那边呢去订阅，然后甚至付费。那关于楼宇管理，还有你自己身为业主，对于这方面有任何的疑惑呢，也欢迎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那下一次呢，或许就可以请伟毅大哥来解答你的疑惑啦。那也欢迎朋友们把我们这段影片多多分享出去哦，透过行内话来了解自己在楼宇管理，还有身为业主上面的权利。非常感谢伟毅大哥，谢谢你。谢谢。